此外，针对近期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十分冒头，并积极游说多国倒向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的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周三宣布，将禁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日本外相林芳正入境。一同被列入黑名单的还有日本财务大臣、防卫大臣和法务大臣。俄外交部表示，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发起前所未有的反俄行动，发表不可接受的言论，其中包括诽谤和直接威胁。日本政府在采取实质性措施破坏与俄睦邻友好关系，损害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还签署法令，采取进一步反制行动，禁止向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不友好国家、企业或个人出口俄罗斯产品和原料，限制俄方和他们交易。该法令指示俄联邦政府10天内确定措施涉及的人员、交易活动的标准和明细清单。当地时间周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结束对印尼、越南和泰国的访问后，抵达意大利罗马。周三，岸田文雄与教宗方济各举行会谈后，还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会晤。様々な理由から G7 と同じ対応をしていない国、これは相当数存在いたします。こういった国々とできるだけ意思疎通を図っていく。实际上，岸田这次亚欧5国之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就是游说相关国家在俄乌问题上倒向美国。岸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访问欧洲就是要向欧洲方面通报亚洲之行的成果，但在游说印尼、越南和泰国制裁俄罗斯方面，岸田接连碰上软钉子。日本是亚洲唯一的7国集团成员。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在意大利，岸田将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将重点讨论将于6月举办的7国集团峰会，议题包括支援乌克兰、对俄制裁在内的今后应对等。但意大利在对俄制裁方面并不活跃，甚至在岸田来访前夕，意大利前外交官马克卡内洛斯还撰文称，西方不应在面对俄乌冲突时陷入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狭隘思维。他指出，意大利应该坚持独立外交政策，要做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桥梁，争取为局势斡旋发挥关键作用。岸田访问欧洲的最后一站是英国，这也是他此行最重磅的行程，因为就在上周，英国外交大臣公然宣称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北约。We also reject the false choice between Euro-Atlantic security and Indo-Pacific security. In the modern world, we need both.We need a global NATO. 与英国抛出全球化北约一唱一和的是，日本近期与北约互动频繁，4月底参加了北约的网络军演。另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政府决定今年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包括将防卫费用预算占 GDP 的比值与北约看齐，达到2%。自民党方面提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绝不允许有丝毫的犹豫。分析指出，从日本的战略野心来看，右翼政治精英一直想在亚太乃至全球领域扮演更大的安全角色，而与北约走近是一条捷径。而北约作为一个以军事对抗为主要目的的冷战军事集团，在苏联解体后本已丧失存在的合理性。近年来不断强化与俄罗斯对抗，以达到延寿的目的。但如何更积极站队美国的印太战略，成为北约的目标。而此次俄乌冲突中，日本积极站队美国，这似乎让北约感觉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与日本一拍即合。俄乌对日本来讲的话呢，既是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啦。日本就感觉到尤其是欧洲现在加强跟亚洲国家的合作日本就有这个机会来在这个地区发挥它的日本人所认为的领导的角色，想要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强权的角色。